眼前我们看到那个山峰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啊，在昭陵这旁边大概直线1公里的距离啊，就一座陪葬墓。我们经常说离李世民昭陵越近的陪葬墓啊，证明这个人身份就越高越不一样。那今天这个人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是谁。这个就是韦贵妃墓，是昭陵陪葬墓中距离最近规格最高的一座墓葬，就1沟之隔。这个韦贵妃是何许人也？为什么陪葬会这么近呢？是这样的，李世民啊，作为皇帝有3宫6院嘛，很多妃子，还有长孙皇后。贞观10年，长孙皇后去世之后，后宫嘛需要有人主持工作。作为后宫嫔妃之首，韦贵妃就主持后宫工作，执掌当时李世民的后宫13年。最后呢，去世于唐高宗时候，69岁。他这座墓也是阴山为陵，并且离昭陵很近。阴山为陵，魏征的也是阴山为陵，魏征的我们已经拍过了，大家可以去我动态里面看一下。他这座墓也出土了好多珍贵的文物，并且里面的壁画相当精美。有一点忘记跟大家说了，她韦贵妃嫁给李世民之前已经嫁过1次人了，等于也是第2次嫁人，我们常说的2婚一样的。大家可以看到哈，他这个韦贵妃墓啊，也是在山上的，也是依山为陵。大家可以看看，依山为陵。李世民开始皇帝的陵墓是依山为陵。在这个墓的前面呢，有些石像生，他这里的石像生是4对，都是石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羊角弯曲起来，这个石羊挺有特色的吧？但是经过上千年的历史啊，已经风化的差不多了。这个就是它的碑，正常下面的话应该是碧玺吧，当然这个碑的风化的太厉害了。它这个依山为陵，其实海拔也有点高啊，慢慢爬还是有点累的。前面一点了，好像一华表，但是被破坏了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这个碑的字已经看不清楚了。这个是它的华表，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。韦贵妃墓里面就是地宫啊。同样的，如果依山为陵，然后陪葬皇帝这么近，证明啊他生前很受宠，这个大家都能了解了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是那个墓道，前面还有甬道，还有过洞这些。它整个这个墓啊，全长49.38米，有墓道、4个过洞、4个天井，有前后甬道、前后墓室，还有4个壁龛组成。这个墓呢，也是那个砖混结构的。这里是墓道啊，我们往前走，这里面是没什么人来观看的，现在就我一个人。我们在乾陵看了很多壁画，那个是乾陵的陪葬墓。这个昭陵的陪葬墓的壁画是什么样子？我们来看一看，它这个也非常有代表性。我们在乾陵的陪葬墓啊，看到很多壁画，相当精美，而且都是国宝，禁止出国展览的。那这里韦贵妃的壁画，我们开始看看。看了这么多壁画，我们聊一聊壁画从什么时候开始。壁画是从商周时候开始啊，人们就在宫殿、庙堂墙壁和墓葬内壁上绘制壁画，特别是皇室啊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些王公大臣的墓，可以用壁画来够确定他们生前生活的一种方式，研究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以及其他的一些很多东西。这个壁画就是移位图，就相当于我们说的阙楼仪仗图一样的，但是它这个有区别。这个壁画很精美，这个是在韦贵妃墓的东侧啊，墓道的东侧，就我们说的东青龙一样的。就像我们常说的，它作为贵妃出行的话，肯定是有仪仗的，有移位的，有护卫的，它这个就是属于一种。这幅移位图我查了很多资料啊，没有资料解释，但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它这个移位图。我觉得非常别致的一点是什么？每个人的衣服不一样，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壁画叫做门立图，它这个跟其他壁画有点格格不入啊。
跟其他像乾陵的陪葬墓的壁画也不一样。我们来介绍一下，这个门立图啊是在第一个过洞，也就是说啊，它这个是墓主人的第一道门，把门立绘制在这第一个过洞外啊，象征着守护这个大门呐。所以这个门立的威仪形象啊，也代表了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。这个门立图，这个人很高，1.98米，是目前昭陵陪葬出土的壁画中形体最为高大的一幅。他这个门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头戴别致的龙冠，身穿阔袖袍，双手呢还有剑呢，目光斜向墓内，活灵活现。但是有一点我们发现没有，这个人物非常高大，但是显得呢，这个人我们就常说没有精神，有气无力一样的，整个身体啊，你看看，就是完全不是靠脚支撑，是靠这把剑支撑一样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简单说一下，这个韦贵妃嘛，身份高贵，就是身份比较高，她生前享用什么东西，她死后也想享用什么东西，所以呢，就是说为了显示显赫的地位啊，要用这个门立啊，虚张声势在墓中，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人比较毕恭毕敬啊，但是呢，看起来心不在焉。所以绘画的手法挺先进的，把人物啊、眼部表情各种写得淋漓尽致啊。纯看这个壁画，显示这个人栩栩如生。其实也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把那个地位低下的门立啊形象所产生的比较压抑、自卑，还有懦弱的形态表现出来了。这是西墙上的壁画，大家发现这个壁画是什么？它这个叫献马图，就是2名男子啊，一匹马。这2个人相当于乾陵那个像藏马人一样的，但是他们不是啊，只是类似，他们穿着民族服饰，证明当时不是那个唐朝人呢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我们继续说啊，他一个人穿红色的衣服，一个人是黄色的衣服，看他们的鼻子就知道他们是当时少数民族或其他地方的人。简单一点就是说，当时唐朝很繁荣，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，所以当时想突厥其他的少数民族就献马给李世民他们，这样来的。我们前面一点呢，这里就是前墓室，就跟那个永泰公主啊布局都差不多，但是它这个规模啊没有永泰公主大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是以妃的规格下葬的，永泰公主和懿德太子啊，它是以号墓为陵，是以帝王规格下葬的，所以呢还是有点区别。我们看一下先看看旁边的壁画啊。这些图是什么壁画呢？它是仕女图，这个不是伺候人的那个仕女啊，是我们常说的古代当官的仕女图啊，就是一个单人旁一个士兵的士。这些壁画主要描绘的是中国上层封建社会的妇女形象。仕女图最早见于是唐代长沙窑的瓷器上，后来在我们唐代的壁画中也出现了很多这种仕女图。要了解一下为什么唐朝会出现这个，因为唐朝是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嘛，也是仕女化最繁荣的阶段。而且唐朝社会风气比较开放，当时我们经常说女扮男装，在正式场合都可以穿，女子可以穿男装出现，并且呢可以穿服服出现，所以当时交流特别多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仕女图啊，基本上女子的脸型啊比较圆润饱满，就我们常说的以胖为美。然后呢，体态呢比较丰腴啊，气质比较高贵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就像我们说贵族女子一样的。所以确实大唐的时候啊，地位高，女子地位也高，而且生活条件好，所以看起来都比较华贵一点。所以更进一步能证明唐朝这个是以胖为美的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国宝啊，这个是镇墓兽，双头的镇墓兽，也是在韦贵妃墓中出土的，到时候我们单独介绍一下。这个很少见吧，